敬爱的王大爷，我说我的故事吧，这是玄学的。我是北京人定居在海口。疫情期间，全家我们都在海口，因为海南空气好，家里老人喜欢，就在海口买房定居了。因为朋友，台南跟海口的天气特别像啊。因为朋友介绍，阴错阳差买错了学校里的教师楼老师的那个学校里边老师宿舍楼买的。但是家里老人呢，碰巧也喜欢住在学校里觉得人气儿足，而且学生们朝气蓬勃，看着就开心啊。疫情期间，学校里的学生全部放假，学校的教学楼和宿舍楼全部变得没人住了，整个学校晚上是黑灯瞎火，十分冷清。我住在学校的教师楼里边，因为学校大嘛，学校里边四通八达，里边有操场、图书馆和各种便利店。疫情管控期间，就只是把学校的正门和侧门封了。住在学校里边的我们是可以任意的到操场这些地方散步的，日子过得还算舒服。我平时有健身的习惯，健身房因为疫情就没开门了。我没事呢，就去操场跑步。但是白天海口的太阳太足了，我更喜欢晚上夜跑，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而且我有晚睡的习惯，经常搞到凌晨2、3点才睡觉，所以我跑步都是凌晨12点左右去跑步。按照王大爷的说法，我是属于阳气比较足的，也没做过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所以一直也没遇见什么奇怪事儿。直到有一天，我记得是5月份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的月亮是又大又圆，而且特别亮，皓月当空，亮的都不寻常经常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就是那个灵气最足的时候，空气中浮满了灵气亮的都不寻常。我是凌晨12点多下楼准备跑步，到了操场开始热身。因为疫情期间学生老师都放假了，操场跑道中间是草坪，长时间无人打理，没人跑，所以呢野草已经长了半米高。我开始正常跑步，跑了几圈后突然起风了。我还在心想，跑一身汗，吹着个小风，忒舒服真舒服。突然我余光瞥见操场中间草坪里有什么东西发着绿色的光，就好像是绿荧光的小灯泡，一闪一闪。当时风一吹，野草一低头，那个绿荧的小灯泡就忽明忽暗。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慢慢走过去。因为杂草众多我走得很慢。等我走到操场中间忽然起了大风，那风就像是阻挡我往前走但是我当时也没想太多，就继续顶着风往前走，就想知道那绿色一闪一闪的到底是什么。什么天才地宝吗？直到我离那东西大概有8米远的时候，我才看清楚，是一只头顶是白色的，身子是黄色的黄鼠狼，在对着月亮鞠躬。那个姿势就像是作揖一样。黄鼠狼就这么拜月亮，作揖一样。黄鼠狼不是完全站着，属于半蹲着跟个人似的那样的坐着，手朝着前面作揖。我见过黄鼠狼，但是脑袋瓜顶上一撮白色的毛的我是第一次见。我当时就说了句：“我操的嘞，什么玩意儿啊！”那个黄鼠狼，这你就是没看王叔的频道你这没看王叔频道。黄鼠狼、狐黄白柳灰这种动物妖在修行过程中，它是小心眼儿鸡皮蒜脸的小心眼儿，睚眦必报。你可不要说我操的嘞，什么东西我操，或什么玩意儿你不要说这个东西。尤其是他讨口风的时候，他说你看我像不像人？有时候他戴一帽子，穿个人衣服，他说你看我像不像人？你得说真像人你不说我就以为你是个人呀。你得说好听的，你不说是什么玩意儿，你得罪他了。那个黄鼠狼听见我说话，立马钻进草丛不见了。我还心想，这玩意儿还挺稀有第一次看见白色脑袋瓜的黄鼠狼。回家后我正常洗澡睡觉。第二天下午2、3点，我开始发烧了。你完了吗？冲撞上了我平时发烧很少吃药，全靠硬扛，一般就是多喝水、捂汗就好了。说来也奇怪，我这烧发到晚上7、8点钟自己就会退，也没在意，我还以为是普通感冒呢。但是我到了晚上9点左右就真的太困了，头蒙蒙的，就像是喝多了那种，俩眼皮子玩命的打战，必须睡觉，躺上床立马进入了梦乡。进入梦乡后，奇怪的事来了，我梦见一位大美女，就是属于肤白貌美大长腿那类的，身高1.7米以上，大眼睛不灵不灵的，长得那叫一个漂亮形容她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毫不为过，简直是太漂亮了。我就没遇见过这么漂亮的。
我记得她穿的是古代结婚那种红缎子礼服，我穿的是跟新郎官似的啊。我俩就聊了一会儿，她慢慢的脱去衣服，露出雪白的肌肤（括弧此处省略1万字儿），就是梦交了啊。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回味晚上的梦。用王大爷的话就是啊，口眼歪斜，其乐无穷。奇怪的是，我接下来3、4天又是每天下午准时发烧，晚上7、8点钟退烧，9点左右立马上床睡觉。每天晚上都能梦见我那个新娘子，而且还有不同的场景，别提多快乐了。我那会儿有女朋友啊，晚上发微信问我为什么最近不回她，她知道我的作息时间都是很晚睡觉，她很奇怪问我，你比如说晚上都是2、3点睡觉吗？这孩子说你怎么晚上9点钟就会睡觉呢？啊，女朋友觉得有问题了，她觉得有问题，就晚上没有回家陪我睡觉。我照例9点多就上床了，刚睡着就开始做梦了，就觉得下体一阵疼啊，鸡巴疼了啊，立马惊醒，看见我的大火箭正被我的女朋友紧紧的掐着啊，掐他屌了。我立马问他你这干嘛？他说你是不是梦见什么乱七八糟的了？你下边硬的跟什么似的，你嘴里还哼唧啊，就是还叫床啊。我把我夜里啊没办法瞒了，就把夜里跑步遇见黄鼠狼的事情告诉他。早上啊，看来还是没有告诉梦的内容。早上吃饭，我女朋友跟我妈说，我晚上跑步遇见黄鼠狼了，晚上老做噩梦（括弧明明是美梦啊，但是没告诉女朋友是美梦，说是做噩梦啊。我妈说我晚上不能太晚去跑步，说你白天不出门，晚上去跑步不晒太阳不行，容易生病。中午时分艳阳高照，晒得不行，我妈让我换上短裤，拉着我上楼顶上晒太阳去，补阳气。你妈还懂点呢啊！嘱咐我把上衣脱了。说来也奇怪，明明是大热天，我居然还打了个哆嗦啊，冷战，就像尿完尿哆嗦那种感觉。晒了几分钟，我身上开始冒汗，下午就不发烧了，整个人出了好多汗。晚上做梦的时候，我感觉它越来越淡啊，就这个黄鼠狼女黄鼠狼腰啊，就越来越淡，整个人好像是蒙着一层雾一样啊。直到后面我俩在梦里也不切磋武艺了，只是聊天啊，聊着聊着，他跟我说他要走了，我十分不舍啊，并且许诺他，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啊。他走的时候回眸一笑，我至今没有忘记。可是我后面梦里的他再也没有来过，我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只是一切都觉得那么熟悉啊。梦里的他是那么美丽动人，我想这就是春梦了无痕吧。哎，这个就是黄鼠狼女妖弄你来了，踩你的阳，踩你阳气了。他也没怎么害你病啊，没怎么害你命，挺有意思啊。那个你妈和你女朋友把你救回来了，要不然的话，你在街上你碰上，我这样的或者道士就能看出来，哎，这位施主，你最近家里边是不是冲撞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你把老大给你写一幅符，你把它带回去，放在你家玄关上。哎，唐山有一个观众啊，我今天没有拿他的信，我没有翻出来，大概2、3个星期以前给我写的。唐山的观众，他是中医啊，他中医。他就用我传的方法啊，他们家因为他们家一半是中医，一半是看事儿的，大家懂吧？就看事儿的，就是抓鬼的，成功的做了一个驱鬼，他们家是道家的，道家已经驱不动了，用我的方法去驱鬼成功，所以老王给你们教的玄学驱鬼术是真的啊，甚至比某些道士啊，你要是不是特别强大的道士，你还真不如我。为什么？因为我这叫科学驱鬼啊。总结几下，第一，多吃牛肉，哎，台南温体牛肉汤，你一天晚上喝1大碗，你不可能有鬼侵入你，哎，因为你他妈的龙精虎猛，阳气充足啊。第二呢，多健身啊，那小男孩也是多健身，补充阳气，吃牛肉、健身、晒太阳，哎，不要弄那么长的头发遮着眼睛，男孩啊，弄那么长的头发，哎，把这叫印堂，把它亮出来啊，太阳晒着，不怕晒黑啊，男孩晒黑点好。补充阳气。那么，如果你已经被侵入了怎么办？入门的地方放个镜子，哎，无论是你们家那个大门入门的地方，还是你卧室这个卧室啊进门的地方，就怼着卧室门放个大镜子。那镜子越大越好，淘宝就有啊。淘宝你在国外就买亚马逊都有，1.5米左右高啊，1尺多宽的，现在还有灯呢，上面里边还有那个 LED， 哎，这个镜子就可以驱鬼。为什么呢？这个鬼啊，他能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啊。镜子是很玄的东西啊，镜子是有法力的东西。然后呢，如果还挡不住啊，你就拿电吹风吹啊，吹空气，吹你们家的阴的地方啊。然后呢，吹自己啊，吹自己的这个颈椎、脊椎，用手按摩抠自己的这个肋骨缝啊。如果你被鬼侵入了，或者鬼最近在折腾你，你的肋骨缝和胸骨缝和肋骨缝
一抠啊就是疼痛无比啊，就这样抠骨缝，疼痛无比啊，这个就是侵入进去了。你可以刮痧的手法，也可以按摩推拿的手法，都可以啊。这个就是特别简单的驱鬼，而且非常有效，非常非常有效。他就用这种方法把一个女士已经开始显化的阴病就开始变阳化的这样一个状态给她治好了啊。盐灯啊，盐灯也可以啊，盐灯可能，但是那个劲儿小点儿。这个关于小时候见鬼的故事。下一个，肌肉太厚抠不到肋骨怎么办？那你没事儿啊，你这么壮啊，肌肉这么壮，鬼弄不着你啊。那个鬼门13针大家知道吗？就是中医里边有一个鬼门13针啊，那是驱鬼的。倪海厦讲过啊，鬼门13针就是13个穴位拿针灸扎啊就能驱鬼，那个就是用于鬼已经进入身体了，跟你合体了，就是夺舍了，用鬼门13针扎。鬼门13针啊，就是让你痛苦。实际上就是他妈的说句不好听，拿电棍电你也差不多的效果。就是因为你俩合体了嘛，你疼他也疼，你跑不了，他能跑嘛，所以他就等于是把他逼跑了。这个原理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让你痛苦，让你疼啊。鬼门13针就这样。好，关于小时候见鬼的故事，老王总啊，你好，和您讲个故事啊。我初中3年级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爬我们家城市中心的一座山，当时是1992年。我们家在山东啊，山东的城市还比较落后，市中心的山上依旧杂木丛生，有附近的居民上山建坟，埋葬亲属，形成了一部分向阳坡的乱坟岗。下午大概2、3点到3、4点钟，走到坟堆的小路上，我看见一个坟堆旁坐着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长发女孩，她把头埋在膝盖里，头发向左右披散着，一抖一抖的在哭啊，在坟堆子里边啊，地下坐着一个长头发的白色连衣裙女孩，看不到脸，那多新鲜！她把头埋在膝盖里了，但是看起来很素雅，就坐在坟堆旁边的石头上，非常明显。我看见后默不作声，拉着我同学赶紧走，感觉不能打扰别人哭泣伤感。走过了山路拐弯，我问我同学：“你看见了吗？你觉得长怎么样？是不是个美女啊？”我同学瞪大眼睛跟我说：“谁呀？你说啥呢？”我说：“刚才坟头那旁边坐着个女的呀。”我同学说：“哪有人啊？你别吓我呀！”然后我同学就撒腿狂奔啊，开始疯狂的跑。我也吓得开始跑，一边跑我还一边问他：“你装啥呀你呀？你真的没看见吗？”但是他惊恐的表情使我不敢再问。他那同学吓窜那球了。现在已经过去30多年了，我又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你到底看见没呀？他和我说：“我不记得了，过去30多年了，哪有这么回事啊？”我就很懵逼。王哥，大白天也有鬼吗？谢谢，请麻烦帮我分析一下，因为这是我心中一个梗。就是大家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我的老教友已经都猜到了我要说什么，这根本不是鬼呀！操，他妈就是个女生在那哭呢！我操，大白天的下午2、3点钟，在济南或者在山东的大城市市中心的一个小山包乱坟岗子上，一个女孩在那哭。你们那个地方还人来人往的，你他妈看见了，你同学没看见，就这么简单。完梦见你吓他，他吓你的，然后你们俩就都吓窜了，就跑了。因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鬼啊？第一啊，那个时间啊，2、3点钟下午，这个可能性不高的。那这个鬼得有多么强大呀？大家知道，你一旦成了鬼之后啊，你特别怕太阳。太阳直射的时候是不可以出来的啊。太阳的光线这个波长照在鬼身上，就像燃烧弹扔在人身上一样啊，就像火焰喷射器喷到活人身上一样，是受不了的。所以鬼呢，它只有晚上出来，月光中它没事儿啊，月亮啊，或者说星光啊，它是没事儿的啊，或者阴天下雨它可以出来总之是没有直射太阳光的时候它可以出来，它在室内白天可以出来，然后它在山洞白天可以出来。你这在光天化日向阳坡面济南市中心，它出不来啊！这他妈这鬼我操出来，而且形状这么明确，就能看见女孩还穿一白裙子，那他妈是人啊！我操，那就是出来你也看不清楚啊，你只能是模模糊糊的。所以呢，他不是鬼啊，他把你吓着了啊，他正在那哭呢。然后第二呢，如果他是晚上真的是个鬼，让你这么近看见了，我告诉你啊，你回来之后你肯定发烧。你1000%发烧，当天晚上，那你也没发烧，我看这样子啊，就是他妈吓得他妈16P啊，所以呢，你这个心中这个梗啊，王叔就给你解开了，这你想多了，兄弟啊，
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悲伤啊，尤其是失去亲人的悲伤，可以让这些女孩啊，她就是失去自己的这个恐惧，她就在那儿哭一会儿啊。撞口会发热，没错，就是冲撞着了，会发烧。好嘞，再见啊，再见。